除了军事上，美国还不断在政治上操弄涉台议题。周三，台媒口中的几名所谓美国有台议员也在琢磨对地图做手脚，他们竟想借拨款法案阻碍美国政府使用包含台湾在内的正确中国地图。据美国众议院网站消息，当地时间周三，众议院当天以217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2财年国务院对外事务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旨在为美国的外交发展和外交政策机构及项目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根据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该法案将为此拨款622.4亿美元，比2021年增加67.37亿美元。美国国会山报介绍称，这项年度拨款计划体现了美国外交经费的优先次序。而众议院新闻稿在罗列了对外援助、应对气候变化等法案意图后，毫不掩饰地称要通过拨款促进民主，支持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特别是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一项获得口头表决通过的修正案显示，共和党籍众议员汤姆·蒂法尼等5名议员竟公然违背一个中国政策，提议规定该法案所提供的资金不得用于制作、获取或展示任何将台湾描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的地图。据悉，这部拨款法案接下来还将送交参议院审议，如果参众两院皆通过，还要经拜登签署后才能生效。参议院表决如果通过了拜登如果再签字了，那就成为一个相当恶性的事件了。那就跟你那个一个中国的承诺是完全相反的，就等于说把这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割让出去了。那这个跟这个法理台独或事实上承认台湾独立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信号。值得一提的是，上周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刚在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时耍政治小把戏，使用了一张不完整的中国地图，与某些美国政客恰是一丘之貉。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指出，地图是国家版图的表达形式，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NBC 奥运频道上述行为影响十分恶劣，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情感。中方敦促 NBC 方面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质，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针对美众议院通过包含涉台内容的拨款法案，叫嚣不使用包含台湾地区的中国地图，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表示，有关台湾的全部事实和法律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关议案充分暴露了美国会某些议员的愚昧无知和险恶用心。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正告民进党当局，甘当棋子，以美谋独，注定失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联邦众议院又出幺蛾子了，竟通过所谓拨款法案，瞄准了中国地图。您对此如何看？说实在的，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我看的是一头雾水。因为这个法案的涉台部分内容不仅语焉不详，而且自相矛盾。一个方面，法案禁止美国国务院花钱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将台湾划成中国一部分的地图。另外一方面，提案人之一共和党众议员蒂法尼又表示，这个修正案虽然无法改变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至少能要求使用所谓的诚实地图。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修正案禁止将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那会不会使用国民党所主张的以及岛内基本法律规定的那个地图，即强调另外一个中国，也就是以台湾为中心，把中国大陆也给纳入进去？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实际上还是在美国版的一中政策框架内，也就是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只不过美国的一中政策已经从过去的偏向于认同中国大陆的主张，转而开始认同中国国民党的主张了。反过来，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麻烦可就大了。我们知道，台湾方面所主张的那个中国，究竟包不包含中国大陆，那是我们观察与判断台湾是不是在搞法理台独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依据。假如美国国务院使用的中国地图中，台湾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而大陆也不在台湾所主张的那个中国当中，那就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模糊化的一中政策，开始公然支持法理台独了。这跟拜登政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反复向中方承诺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不支持台湾独立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会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您认为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近来屡屡挑战一中原则，这背后究竟又发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确实，美国国会议员挑战一中政策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现象。今年2月，美国共和党议员蒂法尼·佩里也曾经共同提出议案，呼吁白宫放弃美国的一中政策，承认台湾为所谓的独立国家。不仅美国官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媒体也出现了集体挑战与冲击一中政策的现象。继日本 NHK 在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时，用台湾来称呼中华台北队之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中国队出场时，也展示了一幅包括台湾的中国地图。这些动作显然不是偶尔的疏忽，而是故意的。当然，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与警惕的是日本官方的态度，他们正在以逐步升级的方式功能挑战一中原则。6月3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国会接受质询时，两度称呼台湾为所谓的国家。6月9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在接受国会质询时，公然把台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列为所谓的3个国家。6月28号，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公开呼吁必须把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来加以保护。而且在媒体做出大量报道与炒作之后，这些日本高官并没有纠正自己的这些说法。与此同时，日本副首相和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还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危机，日本将会与美国联手应对。而媒体则报道指出，近年来日本正在跟美国就军事介入台海局势进行着秘密的联合军演。我们知道，跟德意志民族一样，大和民族也是这个世界上做事最为认真、最为在乎细节的民族之一。另外，在外交事务上，日本政府不仅嗅觉非常的敏锐，而且非常善于见风使舵。在上世纪70年代，当发现中美关系出现了解冻迹象时，日本立马就捷足先登，抢先跟中国大陆建了交，跟台湾断了交。因此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就可以发现几个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信号。第一个是，菅义伟政府已经捕捉到了美国国内出现了准备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么一股暗流，于是日方就想在美国前面率先打响了否定一中原则的头炮。第二，菅义伟政府已经捕捉到了美国的军事介入台海战略正在由模糊化走向清晰化，于是日本就率先亮明了自己的底牌，抢在美国前面将自己的军事介入台海战略首先给清晰化了。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